女人为了美白，把自己埋藏在火山20年，等她被人们发现时，全身已经布满了灰尘，而且已经丧失了记忆，只知道自己是个女人，叫翠花，嘴里还不停念着男友的名字。小美听后顿时一惊，因为她的男友正是自己的爸爸。随后，他们把女人送到了医院，可护士正帮她清理火山灰时，女人突然挣扎着说要去工作。小美急忙询问去哪里工作。Hotell. What hotel? Vik. Hotel Vik. 小美听后眉头紧皱，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可思议，于是转身去找父亲，可父亲却一脸的疑惑，认为这是在开玩笑。但当他看见女人时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任凭女人如何的呼喊，他都没有回应，吓得转身就离开。显然两人是认识的，他在掩盖某种真相。小美驾车回家逼问父亲真相，可父亲却在掩埋一只白色羽毛的鸟，对女儿的问题置之不理。而另一边，警官正在旅馆盘问老板娘，希望能从她口中得到线索。可老板娘却说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，但是为了配合工作，她还是和警官来到了医院。可女人一眼就认出了她，还准确地说出了名字，这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认知。随后，老板娘回到旅店翻看员工档案，果然女人在这里工作过，但这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Það var ungkona minni sumarið 2001 sem hét Gunnhild Olberg. Meðan mamma var enn á lífi og var að reka hótelið. 之后给了警官一个电话号码，正是女人20年前留下的。可打过去后，对方却是一个男孩，还自称是女人的儿子。小美把电话交给女人。Hallå? Mamma? Vem är det här? Mamma, vart är du någonstans? Jag är här. 然而男孩的母亲此时刚回家，同一个世界居然同时出现同样的人。老年女人以为是恶作剧，刚想挂断电话，可当年轻的女人说出男友的名字时，吓得老年女人立马挂断了电话。她好像知道了什么。到了晚上，男友出来遛弯时，看见白天埋葬的鸟又奇迹般的活了，他急忙走上前查看，可诡异的是，这只鸟居然还在。第二天，小美工作时，突然发现自己家的门被打开了。当她走进去一看，角落里竟然有个黑不溜秋的东西，还一直在叫自己的名字。小美定睛一看，正是自己死去多年的姐姐。小美看着眼前的姐姐，既有惊喜也有悲伤。3年前，他们奉命前往火山救援，可走到半路，姐姐摩托车发生了故障。由于天气的原因，大家并没有察觉，直到基地，小美才发现姐姐不见了。等他们回去寻找时，只看到了掉在冰缝里的摩托车。所有人都以为姐姐死了，还给她刻了墓碑。现在姐姐却活生生的出现在眼前，但她似乎什么都不记得。随后，姐姐被送往医院，医生通过检查发现，她与昨天翠花的情况一样，以前的事情都能回答，唯独失踪的这些年完全没有记忆，这让大家感到十分的诧异。警官怀疑她是被人囚禁在某个地方，但这个推论明显过于牵强。看着死而复生的女儿，父亲紧紧地抱住她，很难想象这些年女儿经历了什么。父女俩决定让姐姐先回归正常生活，可姐姐回家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对所有人都很冷淡，还抱怨妹妹没有竭尽全力去找自己。随后她来到墓地，想看看父亲给自己建的墓碑，没想到墓碑上面竟然站着一只乌鸦，而这只乌鸦正是父亲埋葬的那只，不知为何又起死回生。姐姐伸出手，乌鸦竟然飞到了她胳膊上。小美发现了姐姐的异样，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，他们来到营地的小木屋，看到地上翘起的木板，明显下面埋藏着什么东西，可是怎么拽都拽不动。姐姐提议可以从室外进到下面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刨开一个洞口。小美急忙爬了进去，可差点被眼前的一幕吓死，里面竟然有一具尸体。更诡异的是，尸体和自己的姐姐一模一样。那么眼前活着的这个到底是谁？随后警方对这里展开了全面调查，并对他们进行了询问。可姐姐一问三不知，让警官很是头疼，只能等尸体的 DNA 检测报告出来。与此同时，上一集的老年翠花为了调查真相，也开车来到了维克镇。当她看见20年前自己的时候，满是疑惑的上下打量。年轻的翠花说自己怀了托尔的孩子。此话一出，老年翠花大吃一惊。20年自己确实和托尔有过感情，但她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震惊之余，她找到了托尔。She claims you made her pregnant. What? 可托尔对此事却毫不知情。就在他们疑惑之际，另一边又发生了诡异的事。Hi, Bobby. 这个比宋小宝还黑的男孩已经死了3年，达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3年前儿子明明已经意外身亡了，而现在却活生生的呈现在面前。看着狼吞虎咽的儿子，他试探性的询问：“Hvað borðar?" Að sama þú staldir því sem mamma gerði. Ertu búin að gleyma því? 达里当然不会忘记，这是儿子出事前吃的最后一顿晚餐。很明显，他和其他2人一样，只有出事之前的记忆。随后，达里接来一桶水，准备给男孩洗洗。但在之前，他要先确认下男孩的身份。他是科学家，当然不相信死而复生的谬论。他询问了男孩一些关于儿子的事情，可男孩不仅对答如流，还把家里养的宠物描述得一清二楚。尽管如此，达里依然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。
随后拿出钢针扎到男孩的手上，他要提取血液滴血认亲，等待期间防止被同事发现，于是把男孩关在了储藏室，任凭他如何的呼喊，达里都无动于衷。一番挣扎过后，男孩在墙上看见了紧急电话，他很自然地打给了自己的妈妈。妈妈听见是儿子的声音，又惊讶又害怕。在得知儿子被关在储藏室后，他立刻命令达里将他带到维克酒店。迫于母老虎的威力，达里只好乖乖照办。第二天，妈妈来到维克镇，见到了男孩。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紧紧抱住失而复得的儿子，认为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份礼物。可达里依然坚定立场。片刻之后，达里瞒着妻子偷偷报了警。可当警察赶到时，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。原来妈妈已经带着儿子逃走了。在路上，母子俩交談了很多，可是聊着聊着，发现这个儿子很极端，这让妈妈产生了危机感。Viltu þú meiða pappa þinn þegar hann læsti inn í skúrnum? Og ef hann gerir það aftur, þá drep ég hann。随后拿出了口袋里的美工刀，妈妈不敢相信，平时乖巧的儿子竟然让人如此害怕。她这才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的儿子，于是趁着男孩上厕所时，把他扔在了无人区，任凭儿子如何的呼喊，他都没有回头。被抛弃的男孩只能独自走在无人区，走着走着，发现一头受伤的山羊，看着他痛苦的挣扎的模样，男孩给了他一个痛快，显然在他心中已经埋下了仇恨种子。另一边，小美正在寻找姐姐复活线索，突然隔壁传来响动，她循着声音走了过去。然而眼前的一幕把她惊呆了，又出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人。Ég þarf að komast heim. Ég heiti Gríma. 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就被父母按在冰冷的海水里，任凭儿子如何的挣扎，他们始终没有放手，直到男孩停止了呼吸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这对父母如此的狠心？这一切都与诡异的卡特拉火山有关。火山喷发后，不断有复制人从里面爬出，先是一个叫翠花的瑞典女人，接着是死去多年的姐姐，还有这个神秘的小男孩。现在这种诡异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为了解开其中的谜团，小美将女人带到了家里，可她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，轻车熟路地来到厨房泡起了澡，还询问小美老公去哪里了。Hvað er það síðasta sem manst? 小美问她从哪里来的，有什么目的，女人却说是从娘胎里来。Nei, þú fæddist ekki. Ég fæddist. 通过简单的了解发现，眼前这个女人不仅和自己长得一样，就连记忆也都是相同的。此时救援队那边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公路上发生一场车祸，叫小美赶紧过去。在临走时，她特意给老公留了字条，说明了家里的女人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叫她不要乱来。小美赶到车祸现场时，这里已经被警车封锁，但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那个神秘的男孩所为。原来当时妈妈把他扔在了无人区，碰巧被一对好心夫妇遇到，他们又通过男孩联系到了达里，并约定了地点接孩子。男孩从交谈中听见爸爸要来接自己，立马说起了坏话。Svo meiddi hann mig. Hann stakk mig með nál og læsti mig inn í kofa. Hvað ertu að segja? Ég dó næstum úr kulda. 这对夫妇怀疑男孩经常被虐待，于是改变了主意，决定把孩子交给警察。达里告诉他们，男孩很危险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Nei, það þarf ekki að útskýra neitt, ég er bara að trúa því sem að drengurinn segir.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眼看着儿子被陌生人带走，妈妈又后悔了当时的决定，怒斥着达里多疑。当男孩听见自己见不到妈妈时，他也有点害怕了，打开车门就想跳下去。为了他的安全，女人及时阻止，却被男孩手里的小刀割破了喉咙。惊恐之余，男人去捂妻子的脖子，没能把握好方向盘，汽车直接侧翻了出去。奄奄一息的男人向男孩求救，但男孩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直到全都咽了气才离开。到了晚上，男孩跟着运输车又偷偷跑了回来，他手拿小刀质问妈妈为什么不要自己了。幸好爸爸及时出现，打破了僵局。吃饭时，达里问他是否知道车祸原因。Ég vissi að þú ætlaði að fara með mig til lögreglunnar í Reykjavík, en ég vildi það ekki. Og hvað gerir þú? Ég skar konuna á háls. 听到儿子竟然杀了人，夫妻俩也做了最后的决定。第二天，他们带着男孩来到海边，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开心玩耍，父母既心痛又无奈。达里安慰妻子，这只是复制人，并不是我们真的儿子。接着，他们把男孩带到海上，谎称要带他下海抓海星，然后一起将他淹死在了里面。为了探究事情的真相，达里准备去火山内部寻找线索。刚到下面就发现一条通道，这个通道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。达里顺着通道来到底部，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。他跟着熔浆的微光一路探索，在最深处发现了许多奇怪的石头。达里用手去触摸，没想到这些石头竟然动了起来。定睛一看，火山灰里全是活人，难道这里真的可以美容养颜吗？在疑惑中，达里带着样本回到实验室，把火山石搓成粉末，然后倒入量杯，取出1勺样本放在容器中，发现它们竟然诡异地融合在一起。达里推测这些石头是陨石，应该是从另一个太阳系而来。陨石砸穿地壳掉到火山内部，火山喷发后又将陨石带到空气中。也许外太空陨石能探测到人的意识，复制出你脑海中最思念的人。
虽然这只是猜测，但并非凭空想象，因为在火山里爬出来的人都是家人失去的、缺少的和想要的。达里夫妇无法化解丧子之痛，每天都思念自己的孩子。托尔难以放下20年前的初恋，于是就有了第1集的翠花。而小美无法走出姐姐失踪的伤痛，她十分的内疚，性情也开始大变，整日闷闷不乐，逐渐疏远了自己的婚姻。由于2人长期的冷战，导致她老公非常怀念曾经的妻子。陨石探测到老公的意识，于是就复制出了3年前的妻子。但小美现在却很苦恼，家里莫名出现一个复制人，住她的房子，霸占她的老公，完全把自己当成家里的女主人。小美终于忍无可忍，这天她拿着左轮找到女人。现在世界中他们俩只能存活一颗子弹放进去，她要和眼前这个自己玩一把轮盘游戏，谁输谁就去吃盒饭。复制人第一个扣动扳机，很幸运没有子弹。小美淡定地拿起左轮连开2枪，同样没有子弹。压力来到了复制人这一边，现在只有2颗子弹，50%的几率存活。小美没有犹豫，直接扣动扳机。看来命运之神还是站在了小美这边，只剩下最后1颗子弹。毫无疑问，复制人输了。故事最后又有无数个复制人从火山爬出，期待第2季会带来全新的剧情。